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结婚7年，我活得像个笑话。我被陆池里调养成了最合格的妻子。当我看到他搂着小白花在自己兄弟身边介绍时，我坦然一笑。原来我把自己活得这么卑微。我转身脱下了不合脚的高跟鞋。婚姻7年，我被陆池里调养成了最合格的妻子。他为我戴上世上独一无二的项链。那时我满心欢喜，以为我会是他的此生唯一，却不曾想这才是我此生不幸的开始的。我从卫生间出来，与陆池里还有他身边的女孩对视上。在众人各种打量、嘲讽还有八卦的眼光中，我摘下项链，径直走向陆池里，将项链递给他。他没动，依旧是那副不耐烦的样子，蹙眉看着我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压下心中酸涩，撑起笑脸说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他压低声音，脸上阴云密布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又闹什么？项链是假的。我直接戳破了他的谎言。其实我早就发现了，只是一直没说。我本以为这段小心维持的婚姻可以陪我走到生命的终点，但现在看来，我们的婚姻已经到了尽头。他的脸色更加不好看了，就因为一个项链。言外之意就是，你至于吗？是啊，佳佳姐，只是一个项链而已，你何必闹得这么难看，让池里下不来台呢？我看向插嘴的女孩，年轻漂亮，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她长得像极了年轻时的我。我以为你终于学乖了，没想到你还是这么不懂事。你这样怎么当的好陆太太？又是这句话。曾经这句话像锁链般牢牢困住我，严重的自卑、焦虑将我搓磨成了陆池里想要的样子。可现在我却只觉得好笑。项链是假的，心意也是假的。我抓起陆池里的手，硬把项链塞给他，不顾他难看的脸色，径直转身离开。见陆池里脸色不好，他兄弟好心提议：“池哥，你不追上去轰轰？”“是啊，嫂子这么好说话，你就稍微低下头，保证就乖乖回来了。”想到我刚刚给众人倒酒的卑微样子，在场人都心照不宣地笑了笑。被他们一打岔，陆池里又恢复了往日漫不经心的模样。哄什么哄？信不信我一个电话，他就得听话滚回来？众人笑作一团，纷纷起哄，让陆池里给我打电话，甚至还开了个赌局，就赌我多久能赶回来。他们似乎都笃定了我一定会乖乖回来，可我这次不会再回头了。我脱下磨脚的高跟鞋，随手丢进路边的垃圾箱。脖颈间也没了束缚的项链，赤脚走在沙滩上。这一刻，我才知道原来外面的空气如此清新。直到熟悉的铃声响起。当手机铃声响起时，我条件反射般立即接通电话，生怕陆池里多等1秒。见我接得这么迅速，陆池里微悬的心终于落下。他毫不在意地打开视频通话，紧绷的嘴角也舒缓了许多。电话那头，他的兄弟还在设赌局，就赌我几分钟能赶回来。甚至还有人猜测说，我就在酒店外面等着陆池里喊我回去呢。对于他们的猜测，我不置可否。如果是以前的我，肯定会像他们说的那样，在酒店外面等着陆池里，因为他们每次聚会都聚到很晚。
而陆池里也总是会醉醺醺的回来。后来我不放心，想跟着去，陆池里却不愿意。我便在酒店外面等他，从寒冬到酷暑，从不缺席。我拿起手机问：有事吗？半小时后来接我。他命令般的语气让我下意识想要答应。我硬生生地咽下去一个好字。见他这理所当然的模样，我却笑了。想了想结婚这7年，我都快忘了自己以前是什么样子。我学着他的语气通知他，明天上午9点钟，民政局门口带上证件来。对面安静了几分，连陆池里都不可置信，这竟然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。过了几分后，陆池里怒道：叶佳佳，你发什么疯？赶紧给我滚回来！说完，不给我反驳的机会，他直接挂断电话。我不以为意地撇撇嘴，真以为自己是太上皇，张口就是圣旨啊！话虽如此，可心里却不受控制地想起他，想起我们婚前那段单纯又炽热的恋爱。清冽的海风吹来，我狠狠甩了自己一巴掌。被陆池里奴役了这么多年，关心他几乎成了我刻入骨髓的习惯。我要改掉这个习惯，我必须改掉。想着，我又甩了自己一巴掌，心里暗骂自己真是贱，这么多年竟然上赶着给人当奴隶。小姐，冷静。腰间一紧，一双有力的臂膊牢牢抱着我的腰，轻而易举将我举了起来。小姐，生活处处是美好，你不要想不开啊。原来我不知不觉间已经走进了海中，再加上我刚刚神经病般的举动，确实容易让人误会。我被他抱回岸上，还没来得及解释，一个潮湿却炽热的胸膛紧紧将我环住。你一定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想哭就哭吧。本来我还有些啼笑皆非，可听了他这句话，不知怎地，我的眼眶竟真的有些湿润。我擦掉眼泪，轻轻推开他。他看着我通红的眼眶，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。我正准备解释，手上的手机又响起来。我一看，还是陆池里。我想也不想地挂断，然后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电话轰炸。最终，我还是接通了电话。叶佳佳，你最好现在立刻马上滚回来。陆池里咬牙切齿的声音传来。我一听就知道他是生气了。估计是气我害他在兄弟面前丢了面子吧。我不想理他，正要挂断，一只大手却抢先一步拿走我的手机。他不会回去了。陆池里一愣，随即暴怒的声音响起：叶佳佳，你竟然敢去跟别的男人厮混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目瞪口呆。为了预防这位见义勇为的好汉再说出什么惊世骇俗的话，我急忙抢过手机，说：我把位置发你。这还差不多。陆池里语气缓了缓，说完电话挂断。一抬头就见这位好汉以一种极不赞同的目光看着我。我顶着这目光，朝他露出一个狡黠的笑。我打开地图软件，噼里啪啦一顿操作，然后举起手机，向他展示了一个与这里位置相反，且相距108000里的地址。他盯着手机，一个大拇指缓缓升起，还算有救。其实我想的很简单，只要陆池里今晚找不到我，那么他明天一定会按照我说的去民政局等着。至于他的那些证件，平时家里都是我打扫，所以
我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东西放在哪儿。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赶在陆池里回家之前，抢先回去拿走所有证件。我当即准备离开，他却拉住我，在我身前蹲下。你这是？上来。他指了指我原先被高跟鞋磨红的脚后跟，前面有加医务室。可我还有急事要办，我必须尽快回家。见我一脸焦急，他直接拿出车钥匙，我送你。这里地处偏僻，很难打到车，靠我自己不知道要走到猴年马月。好，多谢。很快我们就到了家。来不及解释，我直接冲进去，以最快的速度拿到了所有离婚需要用到的证件。可正当我想要离开时，一个忽略很久的问题让我生生顿住脚步。我透着光往下看过去，周鹤年，也就是刚刚救了我的好心人。我们在车上只是互换了姓名，我并没有告诉他我的家庭住址。那么他是怎么知道的，并准确无误地来到这里的呢？我心里一凉，冷汗瞬间冒出。正当这时，一个娇俏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：池里，佳佳姐也真是的，竟然不等你就回来了。是陆池里和那个年轻女孩。我看着他们走进来，与门口的周鹤年对上。啊，小月别怕。陆池里立马将人护在身后。你是什么人？周鹤年好整以暇地看着两人，我见情势不对，急忙下楼。见状，小月从陆池里身后探出头，雨涵暗示这该不会是佳佳姐的朋友吧？叶佳佳，你偷情都偷到家里来了！陆池里暴怒，他不听我一句辩解，就轻信了旁人一句似是而非的话。我对陆池里已经失望透顶。明天9点，别忘了去民政局。我冷冷丢下一句。离开时，我的2只手腕却同时被人抓住。回头看过去，周鹤年正一脸挑衅地看着陆池里。陆池里看向我，叶佳佳，你还真是恬不知耻。还没等我对回去，左边的手突然被人放开。啊！周鹤年抓住了小月，一柄不大的水果刀在他指尖翻转，吓得他花容失色。池里，救我！小月，右边手腕也被人松开，我又成了不被选择的那个。我自嘲似的笑了笑，看着那边伉俪情深的两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演梁祝。身为局外人，我正要离开，却听见周鹤年说拿叶佳佳跟他交换，怎么样？我的脚步停下，哪怕已经猜了答案，可我却还是不死心的想亲耳听见陆池里说，在我和他之间，陆池里会选谁？小月哭得惨兮兮，却仍故作坚强地说，你还是带佳佳姐先走吧，我不怕，脸上的泪水早已说明了一切。陆池里心软了，他有些迟疑地看向我，佳佳，我知道你胆子一直很大。没等他说完，我闭了闭眼，抬手甩了他一巴掌。多年的窝囊气似乎在这一刻消散了几分，7年的婚姻在此刻显得格外可笑。心中酸涩翻涌，我摘下中指的戒指。哪怕早就知道了陆池里的选择，可亲耳听到他说，我心中除了酸涩，更多的是愤怒和不值。我为自己的真诚感到不值，为自己白白付出7年的光阴而愤怒。看着被随意丢下的戒指，陆池里连那一巴掌都顾不得了。他满脸不可思议，强硬地扼住我的手腕，
叶佳佳，只是让你帮帮小月，你至于吗？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变成了什么样？陆池里的话让我一怔，难道不是他把我变成了如今这副逆来顺受的模样吗？我只是稍微为自己反抗了一下，就成了他口中不近人情的罪人了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你不顾一切选择的爱情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周鹤年放开了手，小月扑在陆池里怀里，看模样是吓得不轻。陆池里紧张地哄着怀里的姑娘，连余光都没分出半点来。随着我的视线看过去，周鹤年却只是摊了摊手，别介意，我只是开个小玩笑，我可不是坏人。模糊的记忆浮现，我好像知道这人是谁了。可现在我并不想纠结这些，我只想尽快离开这里，尽快跟陆池里离婚。我只想要自由。等等，我才迈开一步，陆池里就追了上来。他手中拿着戒指，命令道：戴上。风拂晓，云蔽月，我心如麻。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到了这种地步，他竟然还在妄想。我乖乖听话，可我不是没有灵魂、没有思想的娃娃，我是人。陆池里，你放手吧。我轻声说。为什么？你到底是在发什么疯？他看起来愤怒又困惑，似乎在为我的转变而不解。还是说，你真的喜欢那个野男人？我摇头，已经失去了继续和他沟通的欲望。周鹤年手上攥着车钥匙，上前一步揽住我：走吧。你是我的妻子，你敢跟这野男人走？陆池里眼神阴翳，好像只要我点头，他就要随时抱起一样。池里，别丢下我一个。屋里的小月突然跑出来，抓住他的手摇晃。我看到陆池里的眼神变得温柔许多，就像多年之前我们在桂花树下定情那样，如春风化雨。我在陆池里不解的眼神中拿过了他手中的戒指，又在小月警惕的眼神中将戒指戴在了他的手上。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弄人，那枚7年前买的戒指在我手上偏大，戴在小月的手上却正正好好。见此，我坦然一笑，或许天意如此。明天9点，民政局见。我又提醒他一句。在我离开时，陆池里却猛地挣开了小月的手，他颤抖地抓着我问：为什么？是因为小月吗？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。7年过去，他固执如初。我轻轻拂去他的手，说：7年了，陆池里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在你心中，我只是你的妻子，而非你的爱人。你已经耽误了我7年的时间，陆池里，放过我吧。话随着风碎在空中，沉重地打在陆池里的脸上。我坐着周鹤年的车离开，却在后视镜中看到了在后面疯狂追车的陆池里。他甩开阻拦他的小月，固执地追在车后，嘶吼着我的名字。我看到他在哭。第2天，我早早来到民政局，等待我的新生。可一上午过去了，也没在人群中看到陆池里的身影。我耐心地等到下午，直到民政局下班，陆池里也没来。拨出的号码无人接听，我干脆拨打了律师的手机号，准备起诉离婚。正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陆池里。我接听，里面传来却是小月的声音。她哭哭啼啼地请我来医院一趟，说是陆池里病了。昏迷中一直在喊我的名字，早不病，晚不病，偏偏这时候生病。
我合理怀疑这一切是陆池里自导自演，只是我不明白，既然两人之间已无爱意，为什么还要拖着不肯离婚？把电话给他。我开口打断小月。那边的声音顿了顿，接着我听到了一阵嘶哑的声音：佳佳，我没骗你，你能来看看我吗？是陆池里。我紧皱着眉头，直接挂断电话。怎么了？他不肯来。刚刚去买水的周鹤年回来，见我这副表情，立马就猜到了原因。小黄开了家律师事务所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帮你联系他。好。小黄是我们的童年玩伴，我和周鹤年是在一个家属院里长大的。只是后来我搬家，这段为数不多的童年记忆也随着时间封存了。周鹤年是个很靠谱的人，他直接约了黄成功一起吃晚饭。记忆中娇俏的姑娘已经长成了靠谱的模样，一见我，她便大大咧咧地抱过来。小时候我仗着年纪大，可是家属院里不折不扣的孩子王。听了我的诉求，他一拍桌子，站起来保证：佳佳姐你放心，这事交给我，这件事儿要是办不成，我这名也白改了。我被他逗笑，也记起了那个不好听的名字。他以前不叫黄成功，这是他长大后自己改的名字。听说为了改名，他还跟家里大闹了一场，直到现在也没跟家里恢复联系。他以前叫黄招娣。恭喜你，也谢谢你。我朝他举杯。酒足饭饱之后，他挽着我的手，凑在我耳边，说了不少小时候的趣事。直到离别之际，上一秒还醉醺醺的姑娘，这一秒突然站得绷直。他把我塞到周鹤年的车上，别有意味地朝我眨眨眼。他看起来怎么好像有点怕你？我有些好笑地问。周鹤年笑道：小时候，我们的女王大人离开后，正是在下接任了女王的衣钵。我险些被自己的口水呛到。小时候，我好像确实自封女王来着。酒店停车场，突然一个急刹车打断了我们的话。我看向拦路的人：陆池里，你疯了？佳佳，不要跟我离婚好不好？佳佳，他喝醉了，手上还拎着一个没剩几口酒的瓶子。神经病！我暗骂一句，示意周鹤年绕开他，他却直接不要脸地躺到车前。陆池里，你究竟要做什么？原谅我。他坐起身，那双冲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我跟小月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他太像你了，所以我才忍不住想要照顾他。我没心情听他辩解，直接打断了他。陆池里，不是小月，我要离婚，只是因为你。我要离婚，与任何人都无关，小月也好，鹤年也罢，都跟我们的婚姻没有关系。我把话掰碎了，明明白白地给他讲清楚，打破了他的任何幻想。停车场里陷入诡异的沉寂。陆池里突然站起来，摔破酒瓶，打破平静。他神情激愤：除非我死，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甩开我。那你去死好了。他越是激动，我就越淡定。陆池里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一个曾经深爱他的女人，如今竟然可以毫不留情地让他去死。陆池里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拉着你一起死，你永远别想离开我。我有病就去看。他的固执、偏执已经到了病态化的阶段。是啊，我确实有病。他掏出一张病历单，理直气壮地丢到我脚边。
我生病了，你为什么不来看我？我看都没看那张地上的病历单，只是皱着眉头说，有病去看医生，我又不是医生。我是。周鹤年突然冒出来，他拿出名片，如法炮制般丢到陆池里脚边，石院精神科主治医师周鹤年。两人对立对视，我实在受不了这诡异的氛围，想先一步上楼。可我刚有动作，两人便齐刷刷朝我看过来。你究竟要怎样？我问陆池里。不离婚，你跟我回家。我故意问，那小月呢？她怎么办？果然，陆池里犹豫了几分后才开口，我送她离开，送她出国。陆池里，你的爱真廉价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明天你就算是病得要死了，怕也得给我爬到民政局，否则我一定起诉你。说完，我径直离开，丝毫不给人开口的机会。可我却没想到，房间门口还有人等着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问。小月，她根本就不爱你了，你为什么不肯放过她？究竟是谁不肯放过谁呀？要不是你使了这些欲擒故纵的把戏，池里早就跟我在一起了。原来人到了无语至极的时候，也会笑出声来。小妹妹，醒醒吧，你所谓的爱情，只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自我感动罢了。我直视他的眼睛，说，他没你想象的那么爱你，你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爱他。我爱他，我对他是真心的。随便吧。我打开门，准备回去休息，可他却始终挡着门，不知道在固执什么。无奈，我只好打开电话。陆池里，把你的人带走。看到陆池里和周鹤年的身影同时出现时，我毫不犹豫地把人推进陆池里怀里。我请您二位所死。周鹤年，尊重，不祝福。我不是给你钱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陆池里蹙着眉，看起来比平时凶了不止一点半点。我想帮你劝劝佳佳姐。你比她懂事。什么叫懂事？我直接问。逆来顺受是懂事吗？奴颜婢膝是懂事吗？毫无尊严、毫无思想的活着，算懂事吗？我不屑地看着两人，这么懂事，怎么不去做董事长啊？在我这演什么？真不知道自己以前是怎么忍下来的。我不禁怀疑起自己，难道恋爱的滤镜这么重吗？陆池里，我希望我们好聚好散，但你要是不想，我也随时奉陪。陆池里松开小月，眼神中不自觉流露出几分优越。你想跟我打官司，你难道不知道陆氏集团的法务团队一直是顶尖的存在？我分毫不退让。巧了，我的律师也是顶尖的。他曾免费帮助上百位被家暴、被出轨、被辜负的女性离婚，并争取他们应得的权益。我的律师是业内顶尖的公益律师。总之，我不会离婚。陆池里气红了脸。那就打官司吧。陆氏集团总经理要打离婚官司的新闻上了热搜。我不知道是谁拍下了我们在酒店谈话的视频。一时间，我、陆池里还有小月，甚至还有人扒出了黄成功的信息，我们都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。倒是周鹤年完美隐身，他确实没怎么发言。我和陆池里分别站在法庭一端，他胡子拉碴，眼眶通红，看起来憔悴又邋遢。我和成功对视一眼，在法官的示意下开始发言。
陆氏集团的法务团队确实难缠，一场下来，黄成功口干舌燥，杯子里的水也见了底。休庭时，我去帮他接水，却见到了一个最不该出现的人。我怀孕了。小月将产检报告给我，如果你不是欲擒故纵的话，就把这个作为证据。我接过来，不在意地点了点头，恭喜。有了这个，不愁离不了婚。就连婚姻财产，作为过错方，陆池里也得多分我一半。我表面不在意，可心里却洗过了头。我飞快地回去，将报告交给黄成功。丁，开庭了。我们对视一眼，眼中是必胜。当黄成功将小月怀孕这件事说出来时，原本低头沉默的陆池里突然蹿起来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黄成功把产检报告递交上去，说来还真是造化弄人。我跟陆池里结婚7年，一直没有避孕，却怎么也没怀上。而小月跟他在一起还没多久，就有了新生命。大概这就是天命吧。陆池里看到那份报告，指尖颤抖，他看向我，试图辩解：佳佳，我根本就没碰过她，她不可能怀孕。这份产检报告已经由公证处公证过，做不了假。看来小月姑娘并不如我想的那样愚蠢，她早有预谋。那是你们的事，我淡淡回复。可陆池里却怎么也沉不住气，他在法庭上就开始大吵大闹：我不打了，我要回去，不打了。看样子是受了不小的刺激。没想到一个孩子能让陆池里激动成这样。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中出现：结婚7年，我都没有怀孕。医院我也去过，大大小小的偏方也吃了不少。所以这可能根本就不是我的问题，而是陆池里他不行。看他这样子，应该是自己知道这件事，可他却瞒着我，害我白吃了这么多难吃的药，不时还要受婆家的气。因为自己一直没怀孕，我对陆池里也曾愧疚过。这么说，当初自己受的气都白受了。想到这儿，我拳头紧了。不过看陆池里这样，他应该也没跟小月说过这件事，不然也不会干出这么蠢的事了。那么小月肚子里的孩子也就不可能是他的。我突然有点想笑，对上陆池里的眼神，我挑了挑眉，幸灾乐祸的眼神怎么也藏不住。这场官司终究是打不下去了。陆池里一改往日嚣张，整个人看上去都十分颓靡。门外大批记者伺机而动，而小月正众星捧月般地站在 C 位，看样子应该是他叫来的记者。看来他对陆太太的位置确实蓄谋已久。池里怎么样了？各种长枪短炮将我们围住，我的手腕被陆池里死死抓住。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？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我迷惑，难不成他还想来讨吗？我们这边僵持着，在旁人眼里可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。小月急忙凑上来，挽着他的胳膊，语气甜甜，看向我的眼神却满是挑衅。怎么了？佳佳姐还有事吗？陆池里不耐烦地甩开他，动作眼神里完全没有了当初的温柔。小月脸色一僵，以为又是我从中作梗。我原本还好整以暇地靠在一旁看戏，没想到他却凄凄惨惨地往我这儿来了。只见他捂着不大的肚子，上前一步，当着众人的面跪在我面前：佳佳姐，
我知道你舍不得池里，可他根本不爱你。我求你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放过池里吧。瞧他这话说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才是那个第三者。他跪得太干脆，演得又那么情深意重，就连陆池里都怔了一瞬。真是好一手道德绑架呀！我叹了口气，觉得心累。我一点也不想在有关陆池里的问题上纠缠下去。好不容易他松口了，愿意离婚。我只想尽快远离这里令人烦闷的一切。闪光灯不停地闪烁，他跪在我面前，我居高临下地站着，看起来像是我在霸凌他。你以弱凌强，毫无尊严底线，到底是哪里跟我像了？我是真心困惑。陆池里说他跟以前的我很像，可在我看来却是一点也不像的。至少我不会这么没有尊严地跪在别人面前。我不仅要强，也要脸。我戏谑地看向陆池里，他二话不说地朝这边走过来。见状，小月急忙挽住他。池里，你不要怪佳佳姐，她也是太爱你了，才舍不得放手。我拜托你看清楚，到底是谁不愿意放手啊？陆池里果真停步，在他充满希冀的眼神中，扯掉他的手。池里，小月有点慌。你肚子里的是谁的种？他语气平淡，可小月却无端地升起了一种恐慌的意味。你忘了吗？之前你喝醉酒，强行把我……说着，他掉下2滴泪来。玉雨泪先落，看上去是受了好大的委屈。我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看他还不清楚真相，干脆大发慈悲地告诉他，没想到吧，他不孕不育。什么？他眼神惊恐地望向陆池里。陆池里罕见地沉默了，也就是他默认了。小月震惊地松开了手，脸上满是完了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明明资料上我没听清他后面的话，那些对我来说也不重要。我准备远离这片是非之地。可陆池里却依旧紧拉着我不放手。他有些固执地问，你真的什么都不想和我说了吗？我本想骂他一顿，为我这些年的委屈好好出一口恶气。不过当我看到这么多媒体记者都在时，一个恶劣的想法在我脑中浮现。我朝他莞尔一笑，在他眼中绽放名为希望的花朵时，客气且大声地跟他道了个别，再也不见了，不孕不育，子孙成群歌。说完我就闪人，完全不在意我的话掀起了多大的风浪。当晚，陆氏集团总经理出轨反被戴绿帽的新闻荣登热搜第2，热搜第1的当然是陆氏集团总经理吴京正。陆氏集团恐后继无人。看到热搜时，我正和黄成功一起吃饭，他正在拉拢我跟他合伙干。别的没有，我现在就是钱多。不过我现在刚跟陆池里离婚，被禁锢已久的灵魂已经等不及踏上新的旅程了。我婉拒了他的邀约，提出投资，同时也捐了一大笔钱，用以帮助更多的女性。至于小月，其实我并没有怎么关注她和陆池里之间的纠缠，是我在旅行时被不知道从哪儿跟来的周鹤年告知了她的结局。原来他还是个惯犯，专骗有钱人。他的身后有一整个团队为他量身打造人设，专攻总裁的白月光领域。现在随着陆池里这件事，他身后的团伙也逐渐落网。对此我只能感慨，
陆池里把自己不孕不育这件事捂得真严啊，连这么老道谨慎有经验的团队都没能发现这件事，可见陆池里的谨慎程度。周鹤年朝我笑笑，怎么样，心里痛快了吗？谢谢你。我认真地向他道谢。在我面前的是高山，成群的飞鸟越过山峰，飞向更远的天边。周鹤年没想到我会这么正式，他先是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连忙摆手：“你跟我不用客气，所以你是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的？”我问出来一直想问却没来得及问的问题。当初他在海边救下我，绝对不可能是巧合吧？我盯着周鹤年，盯得他直心虚。他眼神飘忽，言辞闪烁：“你跟踪我，我暗恋你。”两道声音同时响起。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什么时候的事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要知道了，还叫暗恋？我沉默地点头，确实，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除了你，大家都知道。这个大家是指他们。周鹤年神情无奈地往后一指。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，儿时的玩伴们正鬼鬼祟祟躲在一块岩石后。见我看过去，他们也不躲了，干脆大大方方地出来，朝我挥手。我正打算过去，身后却传来一道幽怨的声音：“所以你打算怎么安置我呢？”他的用词还是那么犀利。我问：“什么叫安置啊？”他看着我，脸上可疑地浮起红团。周鹤年，我近期并没有恋爱的意向，我可以不要等我。我毫不留情地打断他的话，没有人应该等着谁，爱是自由，是平等，是公正，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妥协、让步，那样对你太不公平。我明白。周鹤年笑了笑。我不过去，那帮向来极有眼力见的伙伴们早就迫不及待地跑过来，一把挤开我身边的周鹤年，七嘴八舌地跟我道恭喜。恭喜我终于挣脱牢笼，复得返自然。我和周鹤年对视一眼，看他笑得一脸无可奈何，我也毫不客气地笑出了声。后来我们又去了很多地方，每一次新旅程的开始都有老朋友告别，原因无他，大家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，洒脱了一阵，最后还是要到现实去讨生活。倒是周鹤年像个狗皮膏药，怎么也甩不开。问，就是辞职了，他想去哪儿就去哪，我只好让他跟着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旅行的最后一站，我站在雪峰之上，遥望远方留下的脚印。我看到山川、河流、飞鸟与海，我和我的朋友，我们永远自由、快乐、健康无忧。故事完。